好了，大家刚刚把我的 iPad 升级到了 iPadOS 2.6，从今天开始，所有苹果系统都会以年份作为命名的一个标准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视频来聊一聊全新的iPadOS 2.6。好了，这次 iPadOS 应该是未来10年的一次更新啊，就是它采用了全新的液态玻璃设计。给大家看几个细节吧，比如说大家可以看一下下边这个 dock 栏，现在呢就采用的是一个液态玻璃的这种效果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次全新的控制中心，这控制中心啊，现在网上大家这个批评的声音还是很多，主要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大家认为啊，它这个有点看不清楚，下滑的时候会把这个区域背后进行一个模糊化，但是相比于之前的整体进行一个高斯模糊，它现在这个呢和后边的这种对比度或者说对比视觉就要弱一些。在这个界面看，后边如果有白色的字体的话啊，确实还是会有一些融合在一起的效果。我再给大家看一下，如果是锁屏界面呢？锁屏界面会好一点，就如果背面它是一个纯色会好一点。比如说大家看在右上角这个位置，当下边的页面划过的时候，依然会是这种透镜，有一定透镜效果的玻璃流淌质感。然后就像和 iPhone 一样啊，当我们长按这个位置，我们也可以选择自定义，然后把它选择所有图标全变成透明色。我给大家拿过来看一下时钟的小组件，然后这是日历的小组件，连相册的小组件都透明了。然后这个是天气预报的小组件。然后第二个比较有趣的呢，就是这一次的壁纸设计。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合影，然后我们给它设置成墙纸。首先它的这个时间位置是可以我们自己来进行选择放大缩小。如果选择这种放大，你看我是可以把时间进行一定遮挡的。第二重效果呢，就是在这个位置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啊？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小图标的，如果我点击它，它就会显示正在生成一个空间场景。大家看，这个时候你看，当我摇晃这个 iPad， 能感觉到这种立体感吗？它的这种立体感，你会发现，你看前景啊，这个人物它会有一个立体感，看这个手这个位置交错这个位置，还有这个位置。你看，这时候他的胡子就被挡住了，看到吗？这个时候脖子就被露出来了。然后后边的山，你会看到山也是有一定的遮挡效果的。有些人同学问了，这个图片是不是需要拍摄的时候用空间照片才能拍摄出立体效果？不需要，这个照片是用 OPPO Find N5 后置镜头拍摄的。现在的相册当中，所有的照片都可以实现空间立体的运算。我给大家拿过来放大看一下，它这个位置有一个空间标志，我们如果打开这个空间标志，能看到吗？这个扇子。再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啊，这张因为它有一个前景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能看到吗？这个前景，这个花朵后面所生成的这种立体效果，就这两个和后边这一层它是区分开来的，然后这个人和后边的山峰是区分开来的。我相信这个对于使用 iPad 或者使用 iPhone 的用户在浏览照片的时候，将会是一个全新的使用体验。说完设计方面的改变呢，我们再来说一说 iPadOS 2.6这一次核心的一个升级，应该是它向生产力工具方面的再一次迁移啊。在单个应用当中呢，其中右下角大家能看到吗？这有一个小弧线，在这个窗口中，我可以通过拖动这个弧线引导线，把它变成一个窗口，上边没有那个横线小条了。现在就是跟电脑的逻辑一样，当我拖动这个类似于上面这个 tab， 就可以把这个应用窗口放置在任何一个我想放到的地方。我可以给它调整成任意的大小，比如说现在这个一个像手机屏幕显示的效果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果我这个时候同时打开2款应用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比如说把相片这个再打开放在这儿，然后也给它缩小，这是不是更像电脑的操作了？这个不就是 Mac 上的那3个按钮吗？对不对？这个是恢复到全屏，然后你也可以给它恢复回来。然后这个是缩小，就是当你想把这2个 app 平铺在这个桌面上的时候，大家注意啊，这个时候不是直接放到右边，而是向左，然后向右一甩，大家感受一下，看到了吗？左边这个，一甩，这样它就平铺成2个应用了，2个可以在不同的比例中自由的进行调整。这个时候我同样一个桌面上有4个应用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选择一个绿色按钮，按住，你看下方就有排列方式，我现在选择4连排。我认为这次 iPadOS 2.6的到来，对于 iPad 13英寸的版本，就 iPad Air 13英寸和 iPad Pro 13英寸，应该是一个重大利好。然后在这种情况下，假设我直接给它们推到后台，这4个应用就以这样的一个形式出现在后台里了。
还有一个小细节，就是这一次触控板的圆形小点点变成了一个，我给大家放大看一下，有鼠标了，之前是一个小圆点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再回到左上方这个按钮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有不同的排列方式。你可以让它们4等分，也可以让它们并列3等分。如果我给它点击全屏，你会发现这3个小光点，隐藏出去了。隐藏上去一个点就在于，如果我下拉 ，iPad 现在上边有菜单栏了。这是这一次 iPad 一个非常大的更新。我们可以点击看一看，这是音乐中的菜单栏 ，Pages 上边有窗口，然后有显示。有排列，有格式，有插入，有编辑，有文本。现在基本原生的应用每一个都有这个菜单栏了。除了以上我们刚才提到这些应用更新呢，其实还有很多比较琐碎的小更新。比如说这一次呢，增加了全新的这个预览应用，相当于是个苹果原生看 PDF 的这样一个软件。我们可以在文件当中选择任意一个文件夹，然后给它，大家注意，在这里添加到个人收藏或者 Doc。比如说我现在给它添加到 Doc 上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 Doc 栏里就出现了我刚才添加的这个文件。我如果点击它，是不是很像 macOS？ 就这个文件的交互形式啊，几乎和现在的 macOS 是完全相同了。还有一些小更新呢，比如说我现在可以给每个文件夹来自动设定它的外观。在这里，你看我选一个书本，看到了吗？现在我的这个文件夹上就有一个书籍的标志了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我在现场给大家带来的 iPadOS 26一个快速的体验。液态玻璃那个全新的设计思路其实倒是其次，对于 iPad 来说，这一次苹果真的放手把生产力的各种环节都慢慢的释放给 iPad 上了。同时 iPad 本身又具有天然的娱乐属性、阅读属性、触摸属性、观看属性，所以这次更新对 iPad 整体体验来说应该是上升了一大步。目前呢，对于 iPad Pro 是 iPad Pro 第一代之后的所有机型都支持，对于 iPad Air 呢，最早应该是 iPad Air 第3代之后所有机型都支持，然后数字版呢是 iPad 第8代以后都支持，然后 iPad mini 是 iPad mini 5，包括5以后的所有 iPad mini 都支持。但我认为对于 iPad mini 来说呢，生产力方面可能因为屏幕太小啊，不太容易划得开，更多的应该是液态玻璃能带来一个更多的新鲜感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会好好的认真体验一下 iPadOS 之后逐个的细节，再给大家一些反馈。我是周文泽，我们下视频再见。